你今天摊上大事了，一个都别想跑。关关，报警！英琴，怎么办？关关，英琴。 没什么大问题。孙大夫，您来看一下4床。好。4床怎么了？4床是不是我朋友啊？快送手术室，准备抢救。杨琴，我今天那个也手术了。小张，小张。 杨琴没事吧？医生说没事。你别太着急啊，都会好的。哎，出来了。帮我按他一下。要把他去哪儿啊？让他去哪儿啊？杨琴，哎，家属外面等。杨琴，快帮我按他一下。你别动，你别动啊！他都是为了我才会这样的。 怎么办啊？洋洋，安姐，三姐你来了。我们都来了。 安迪、关关、小曲都在门口呢。咖啡馆那边我给你请过假了，你放心啊，安心养伤。安姐，刚才应勤就在那儿，后来被他们推走了，你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赵医生说了，应勤是看起来伤得重，其实没什么大碍，你放心。应勤保护我，他一直那样抱着我，不然他不会伤成那样的。对，他保护你。 豁出命保护你，那你就知道他的心意了吧？是不是？他爱你，所以啊，你更应该快点把伤养好，这样他就放心了，对不对？好好配合医生治疗啊。睡着了。 应勤比较麻烦，一条腿断了，右手骨折加骨裂，肩背也伤了好几处。最严重的是头部，有明显的脑震荡症状。我得准备，赶紧给他做手术。谢谢赵医生。没事。是伯母吧？啊，您好，我是应勤他们单位的同事小凡，大家听说应勤受伤了，就让我过来看看。还好吧？医生说没什么问题，能恢复，不会残疾的。那就好，大家都担心你，尤其是组里少了你这么个骨干呀，大家做事都没有头绪了。不过你好好养伤啊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。 哈，伯母也不知道带点什么，随便拿了点水果来，小英都能吃。好，你客气。哎，安小姐坐吧。啊，我不坐了，在单位天天坐着，站着舒服。医生怎么说呀？需要注意些什么？有点轻微的脑震荡，虽然他说没什么事儿，但是我现在我明白。听医生的话，好好配合治疗。我听说这个医生啊，是朋友再三拜托的，他一定不会马虎，放心。谢谢樊小姐。
我今天呢和他的经理我们沟通过了，经理说他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这个事儿的，完全不明白是怎么发生的。你是他的同事，你应该知道点什么，你知道什么你就告诉我，不说。我听说是这样的，小印啊，昨天约了个女孩吃饭，结果他小女朋友呢就不乐意了，找人把小印跟那个女孩打了一顿。这个医生啊，还是那女孩的朋友拜托的。您没来之前呀，也是那女孩的朋友照顾小印。小印的女朋友跟打人的人还在派出所呢。他跟一个女孩去吃饭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这什么行为？你这就是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，活该你被打嘛！怪不得不跟我说实情呢。你跟小薇已经定亲了，是定亲，儿子，你怎么可以跟别的女孩去吃饭纠缠不清呢？谁呀？谁呀？什么人呢？是谁呀？伯母，这件事情啊，等小印伤好了以后再从长计议。小印在我们单位那是出了名的好青年，尤其是我们女孩子，都觉得小印是个君子。只要我们加班有小印在，我们都觉得放心啊。即使这件事情小印有错，我相信他也是有不得已的理由啊。伯母，先别生气。樊小姐，谢谢你为他说情，但是错了，那就是错了，没有任何的理由。你告诉我，那女孩在哪个病房？你带我去看看。妈，你要去看谁啊？你找人家干什么去啊？为什么不能找？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那女孩叫邱莹莹，她是我前女友，她什么都好妈，真的，她真的什么都好。可以前我傻，我就是看不明白，还听你们的，还回去相亲，向来这他完全不讲道理他。不，别，您息怒，他现在受着伤呢啊！这个话太私人了，我不方便听。那个，我先回去了。樊姐，你等等，樊姐，你回去跟小秋说，你就说，我这次真想清楚了，我喜欢的是他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跟他在一起。拜托了，樊姐。我先回去了。拜托了，樊姐。那小薇怎么办？小薇怎么办？我不管。东西收拾好了吗？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帮小秋搬家呀。我们回到以前的老地方去，跟殷勤一起受罪。正好啊，我这2位客户很愿意帮我扮美女。搬什么搬呀？这不是住的挺好的吗？再说了，你这么晚了搬到医院去，谁给你办手续啊？没关系啊，打个电话给赵医生，让他安排。今天啊，无论如何要让这对苦命鸳鸯滚到一块儿去啊。这是什么情况呀？是在商量救殷勤的事吗？那种向女孩子求救的软骨头，救她干嘛呀？不是他求救的，是他妈妈写的纸条。那就更无耻了。你住院这么久了，他都没来看过你，现在出事了，这要向你求救了，让你续作炮灰呢。你还好跟他分手了。我告诉你，邱莹莹，这种人以后要是做你婆婆呀，你分分钟想寻死。不是，他是为了救我才进的医院。他如果不救我的话，他不会进医院的。小曲，你帮忙救救他行不行啊？拜托了。不救，要是没有他，你还不至于挨打呢。小曲啊，你说他是为了我才进的医院，他现在旁边围着好多个人，万一把他折磨死了怎么办呀？你平时人脉多，你主意也多，你想想办法救救他行不行？能不能让你这2位黑人大哥也帮忙，看能不能救救殷勤什么的，行吗？邱莹莹，我不负责帮你救殷勤，我只负责帮你搬回去。你想犯傻跟他一起受罪可以，但是想逼我犯傻，对不起，我不乐意。小曲，你就帮忙吧，实在不行你给赵医生打个电话，我喊上谢他们。不能打，这种事情绝不能把赵医生拉扯进来。樊姐，要不要给安迪姐打个电话？安迪姐有赵医生的电话。
别胡闹啊！能不能别让你这2位黑人大哥站这儿了？我有点害怕。请问谁是应勤的家属啊？哦，我是他妈妈。我是他的主治医生。现在我们需要跟他家属商量一下下步的手术方案。去趟我办公室吧。行。进去吧。好姑娘，好姑娘。伯母你好，我是莹的好朋友。认识。你们是来救我的？前2天就看到您的纸条了，很不好意思，我们不顾莹莹的强烈要求，把她给转院了。莹莹她一醒过来就想要回来找应勤，但我们都拦着她，觉得她是不要命了。但她还是瞒着我们一个人偷偷过来了。他也来了。所以我们才过来找您，想跟您商量一下，怎么能够一劳永逸地把应勤救出来。我们换个地方说好了。带过来了。你们先谈，我去看看小秋。我也真的是服了你，你怎么把我气死呀？啊，这么远的路啊，你一条腿就能走过来呀？你怎么那么能啊你？张医生，别动，别动。莹莹她是在2位护士的严防警惕下，一个人拖着生病的身子偷偷跑过来的。她现在身子还很虚弱，如果您对她有任何不满，请千万不要当着她的面表现出来。要不是她拼了命的来救应勤，其实我们并不怎么认识应勤的，也不可能来救她。该说的我都说完了，你里面请吧。你也进去吧，这我守着。哎，应太太，我叫小曲，是小秋的朋友。我不想救你们家应勤，因为你们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就算今天转院了，明天还是得乖乖回去认人处置。但是没有办法，我们家小秋死心眼儿，连命都可以不要，非要救人。所以今天呢，就只好把你请过来，我们一起商量商量，这人到底要怎么救。你手里有多少资源，摆出来。我们这边有医生，有车，必要的话，人手也是管够的。你们谁有手机借我用一下？我打电话到老家去叫人，他们有人，我们也有人呢。他们把我和应勤的手机收了，目的是什么？就是怕我回家叫人嘛。应太太，难不成你是想叫一拨人过来，两边打一架？那可是违法的。还是说花钱让人看着，看谁先看不住？我想提醒你一下，应太太，人家那边可是黄牌大闺女，那是一辈子的事儿啊，肯定会砸锅卖铁跟你奉陪到底的。否定？还有别的办法吗？干嘛呀？你对应伯母说话客气点。闭嘴！这没你说话的份。谈判我试过了，不行的。没有谈不好的判，只有没有技巧的谈。关键是啊，还得看这件事情您到底想怎么处理。干嘛呀？你对应伯母说话客气点。闭嘴！这没你说话的份。谈判我试过了，不行的。没有谈不成的判，只有没有技术的谈。关键是啊，还得看这件事情您到底想怎么处理。小曲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是啊，曲小姐，你有什么
好办法能救我们家应勤。没有办法，我在瞎掺和什么呀？对吧？打架又轮不上我。但是应太太，你请我们帮忙，是不是忘了点什么呀？我忘什么了？我是小秋的朋友，我今天来呀，是救小秋的男朋友应勤，而不是救你的儿子应勤。你商量一下，要不要让我们家小秋做儿媳妇儿？你要是不认的话，那对不起了，白白请回，出门右转不送。哎，我又不认识你，有事儿啊，还请你找警察。小曲，你那瞎说什么呢？我跟应勤都分手了，你别说。就是，人家应太太来了，连门都不进，连招呼都没有打一声，你在那瞎起哄什么呀？看到我的份上行吗？别说了，行不行？闭嘴！我出钱出力的，不明不白的事我可不干。应太太，您一句话，只要你认，我立刻出马。小曲，行了，你闭嘴！啊，你满大街随便抓一个人我都管啊！我吃饱撑的，我闲着没事干呀。应太太，那好吧，我表个态。你们说，人是不是要讲点原则？没错，我向你求救过。但是如果让我牺牲我的原则才能救我们家儿子应勤，对不起，我选择放弃，因为我不需要那种不讲原则、没有道德的姑娘，不要。应太太，小秋不是这样的人。谢谢你，赵医生。我要回病房了。应太太，如果你要是觉得我的态度不好，我可以向你道歉。我救人心切，但是你要是看不上小秋，我觉得你没有道理。你都没有亲眼见过你们家应勤跟小秋在一起，他们是曾经分手过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应勤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找小秋？他醒了以后，为什么会一直嚷嚷着要跟小秋复合呢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是不要妨碍孩子们自由恋爱了好吗？应勤说要跟我复合，真的假的？对，你樊大姐瞒着你，就是不想让你像现在这样犯傻。小秋，你朋友没有跟你说清楚，很好。我是应勤的妈妈，我代表我们全家坚决的反对你和应勤在一起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应家是一个本本分分的普通人家，我想找的儿媳妇是奔一辈子去的，一辈子很长，一定会遇到很多事情，会遇到很多的诱惑。我不需要我的儿媳妇家境怎么好，人怎么漂亮，我就想我儿子能找一个能过一辈子的，那种什么。听到几句甜言蜜语啊，收到点花衣服呀、包包啊，就丢掉廉耻的姑娘，我不要。你说话可是要过脑子的呀，小心我告你诽谤。我怎么丢掉廉耻了？你的那些丑事，难道还让我放到太阳底下去说吗？我干什么丑事了？莹莹，明明是你儿子先找我们家莹莹，一会儿说是朋友，一会儿说是老乡的。我们家莹莹是天底下心肠最好的姑娘。我儿子的问题，我可以管他，我可以骂他，他也用不着骂，仗着自己漂亮，哭哭啼啼装可怜。我还就告诉你，我们家不要。好，就当我们家邱莹莹是个坏姑娘，但是我就想请问你一句，你既然这么看不上她，那你为什么要写纸条向她求救呀？我回房间。你还好意思说她不要脸？我告诉你啊，这整个屋子里就你最不要脸，没家教的东西，你敢这么对长辈说话？那你敢这么对欺负你那儿子那泼妇说话吗？你不敢，你只敢欺负我们家邱莹莹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家邱莹莹有家教，她不动手打人，你就欺软怕硬。
你看不上他，你还趴在他身上把每一寸皮肤都扒下来，每一滴血就喝进去。你利用完他了，还要往他身上吐一口口水。我告诉你，我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人！我说你儿子咋会娶了那个把你儿子逮成残废的那泼妇？活该！行了，活该！行了。好了，莹莹，别哭了啊，咱们不欠他的，咱们回自己的医院啊。哭什么哭啊？人家骂你就不让骂回去，嘴长在身上干嘛的呀？你们把邱莹莹送回医院吧，我要出去吃饭了，我好饿。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我又不是邱老二，你放心，你帮你忙我都记着呢，我不会忘。走的时候帮我拉上来。